醒了？这是哪儿？装傻！陆大将军，败军失粮，害死3000边军，按律该斩。陛下仁慈，留你狗命，发配黑风关，戴罪守城。这种败军之将还活着，活着也是丢人。我穿越了。陆晨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京城少将军，在黑风你连一条狗都不如。说完了吗？还没。陛下还赏你一门亲事。罪臣之女苏婉堂通敌罪钻，废将罪妻，天作之合。一个败军，一个罪女，正好凑一窝。送他们去乱石滩那间鬼茅屋吧，明早就动硬了。陆总，婉堂，你们认识？罪女不敢。还挺护着，那就一起滚去乱石滩。那间破茅屋，赏你们了，没粮、没炭、没兵。明早你们要是还活着，就去城墙上替死。屋子我要，人我也要，就凭你，就凭我还没死。带走！到了。听说这屋子闹鬼，以前住进去的流民没一个活过3天。手不想要了。你还当自己是将军？苏婉堂也是你前世项目组的助手。你也穿了。一睁眼就是罪臣之女。他们说我父亲通敌，全族流放，我被赐给你羞辱。看来我们开局不太好。不是地狱难，断粮、断炭、断兵权，外面蛮族压境，里面副将夺权，这座关快死了。那就先活过今晚。没有粮，没有柴，按温度判断，今晚后半夜会降到零下20度。还会算？习惯了。这屋子再拆就塌。人死了，屋子留着没用。你听见了吗？水声。这里是边关荒漠，哪来的海水？鱼？深海鱼，可这里离海至少800里。陆晨，这不是普通鱼。你认识？前世我整理过古生物资料，有一种传说的深海鱼，叫金鳞潮眼鱼，只会出现在地下潮眼里。能吃吗？能，而且一尾鱼的油脂和蛋白够一个成年男人撑2天。鱼鳞可止血，鱼油可御寒，鱼骨胶能修军械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鱼，这是边关的命。金鳞鱼，1尾换百事粮，赵将军这回发财了。听够了吗？我什么都没听见。那你跑什么？不抓，让他去报信。赵烈会来抢。他不来，我怎么知道这关里谁想让我死？从今晚开始，黑风关饿不死人。
将军，那破茅屋下面有东西。说清楚。金色的鱼，那醉妻说一尾能换百寿粮。边关荒地，哪儿来的海鱼？小的亲眼看见，满地都是金光。将军，若真有这种宝贝，那陆晨就不能留。哼，一个废将也配占宝？若他交出茅屋，那就留他一条狗命；若不交，连人带屋一起埋了。粮有没有粮？今日军粮已断，仓中无米，各营自谋生路。昨日还有半仓粟米，账上没有就是没有。陆将军，听说你昨晚住得不错，托你的福，没死，没死就好。既然你还是带罪守城的将军，今日起，你的人自己养。这30个病兵伤兵归你。今晚若饿死一个，就是你治军无能。将军，我们已经2天没吃了。陆晨，你不是很硬吗？给他们弄粮啊！可以，人我带走，但从现在起，他们听我的令。哼，一群快死的废物，你喜欢就拿去。还能走的跟我走，不能走的抬走。今天我让你们吃饱。吃饱？你梦还没醒？赵烈，记住你刚才说的话。怎么？很快你会求这群废物回营。将军，这里能有吃的？怕不是让我们等死吧？鱼，边关哪来的鱼？少问，多干活。瓜林、剖腹、留鱼油，鱼骨别扔，手抖的去捡柴，伤重的坐着等吃。将军，这鱼真给我们吃？不然给赵烈上供。3人处理鱼肉，2人熬汤，4人守门。鱼鳞单独收，鱼油用陶罐装。快，半个时辰内必须出第一锅。进入状态挺快，总不能真冻死在这儿。我上次闻到肉味儿，还是3个月前。将军，我能喝？喝。热的，是热的。从今天起，跟着我，有饭吃，守黑风关，有命活。末将愿听将军号令。愿听将军号令。我不要跪，我要你们活着站上城墙。他真有鱼。30个恶鬼，一锅汤就收心了。将军，那鱼不寻常，我看那些病兵喝完脸色都好了。若让他继续施恩，军心会偏。军心在粮仓，不在鱼汤。那接下来，把他的人调去修北墙，不给工具，不给粮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还有，查清楚那鱼从哪儿来的，今晚之前，我要那间茅屋。昨夜朝演持续了半个时辰，共出鱼47尾，我们用了12尾，还剩35尾。够养多少人？短期救命300人一天，长期稳定供给最多100人。黑风关有多少守兵？账面1200，实际能战的恐
恐怕不到500。粮仓呢？这是刚才一个老兵偷偷给我的，账不对。3个月前朝廷拨粮8000石，按人数算，就算被围1个冬天也不该断粮。可现在营中士兵又成这样，有人贪了。不止贪，你看这里，太巧了。赵烈在卖军粮，可能更严重。通敌。将军，赵烈下令让我们即刻去修北墙，说不去就是抗令。来得真快。他想耗死你刚收的人，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我的人。陆将军来得挺快，军令如山。好，这段北墙今日修完，修不完，军法处置。将军他们没给工具，黑风关艰苦，陆将军自己想办法。不是说跟着你有饭吃吗？修墙可以，但按军规，出宫者需配口粮。粮仓空了，粮仓真空了。罪妇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军策显示，3个月前朝廷拨粮8000担，黑风关实际居民消耗不足5000担，剩下3000担去哪儿了？一个败军之将，一个通敌罪女，敢查军粮。陆晨，你想造反？不敢查账的人才想造反。好，你要查，明日当众开仓。不用明日，现在。你急着找死？我急着让全关的人知道，谁在喝冰血。真开仓，若有粮，为何不发？若没粮，我们这冬天就完了。今日开仓是陆晨将军坚持，若仓中无粮，扰乱军心之罪，他自己担。开。开仓！真的有粮！陆晨，你看见了，粮在这里。断粮是因为你部下无功，不配领。这是粮？你什么意思？沙子，粮仓装的是沙子。怎么回事？将军，小的不知道啊。最外层铺粮，里面全是沙，这是典型的假仓。赵副将，解释一下，粮仓由军需官看管，本将不知情。不知情？这是昨夜粮册副页，3日之前有300石粮被调往副将营，牵押人是你。伪造军策，污蔑主将，按律当斩。你现在承认自己是主将了？黑风关正将是我陆晨，你只是副将。就凭你现在这30个残兵？不止。黑风关将士听着，凡愿查粮守城活命者，凡愿继续挨饿，继续被人当狗的，站赵烈那边。我站陆将军。你们敢！我们饿了3个月，你营里天天有肉味儿，我们为什么不敢？还粮，还我们活命粮，还我们活命！聚众哗变，格杀勿论。赵烈，你敢在粮仓前杀兵，杀几个恶鬼，谁敢管？我管。拿下他！盾前，墙后，3步呀！别怕，他们吃饱了也不过2胳膊。护陆将军！
说，粮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下一刀偏一寸。别！我说粮被卖给沈万金了，还有一部分送去了蛮族护士。蛮族拿我们的粮为敌人！闭嘴！赵烈，你真敢通敌！证据呢？一个军需官的风话也想定我的罪？此人贪没军粮，污蔑本将，拖下去斩了！人，我保了。你保得住吗？报！关外发现蛮族骑兵，距离北羌族10里。陆晨，你若还有半分将军样，就先去守城。我当然会守城，但守城之前，先做一件事。什么？把这些沙袋搬上城墙。沙袋堵墙缝，挡箭压女桥。贾良也是能杀敌的。听陆将军的，搬！左边再压2层，箭孔别堵死，风口流出来，火能顺风泼下去。你还懂守城？前世你让我整理过边防资料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他们来了。陆晨，你这群恶兵拉得开弓吗？这是什么？活命的东西。热了，手热了。徒手拉弓，鱼汤分下去，喝完再战。将军能拉开了。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？等你有命活到晚上，再问。将军，放箭吗？不急，再不放，他们就到墙根了。弓弱，远射无用，放近了，射马。放！住了！第2轮，火箭！一群残兵，真挡住了。陆将军，今日若不是你，我们全死了。从今日起，我这条命是你的。愿听陆将军号令。命不是我的，命是你们自己的。想活就守规矩，想吃饭就守黑风关。是。今日你赢了军心，但赵烈不会罢手。我也没打算放过他。陆将军，我还有话说。沈万金今晚要来收剩下的粮，地点就在西门外旧驿站。沈万金就是边关最大粮商。那今晚就收网。去告诉沈万金，账本毁掉，人也别留。他动了。正好，今晚我要让黑风关知道谁才是将军。动作快点儿，天亮前送出关。管家，这可是军粮，真卖给蛮族。在沈眼里，粮没有军民之分，谁出价高，谁就是买主。管家，赵将军有令，账本烧掉，军需官也不能留。军需官不是在城里，已经被陆晨扣下了。废物，这是最后一本真账，烧了。烧得这么急，账上有鬼？陆将军，这么晚不守城，
跑来救驿站做什么？抓贼！这里是沈家商队，运的是私粮。军仓烙印还没关进，私粮人赃俱获，拿下！谁敢？沈家粮铺长着黑风关70%粮麦，动我就是让全城饿死。你拿军粮卖敌的时候，没想过他们会饿死。哼，陆晨，别把话说得太满。你那点鱼塘养得活几个人？没有沈家的粮，黑风关撑不过3天。错了，按你车上的粮袋数量，至少1200石。若按军粮分配，足够黑风关500守军撑20天。你不是救命粮商，你是吃人血的老鼠。拿我们的粮卖给蛮子，兄弟们饿死的时候，你们再发财。杀出去！盾前，枪后，守住粮车。别恋战，抓活口！陆晨，后院，残兵甲，跟我！别怪我，你知道太多了。是赵烈让我做的，我愿意作证，别杀我！陆将军救我！我作证，我全都说。现在知道怕死了。赵烈和沈家勾结，倒卖军粮，他们还和蛮族互市，账本在沈家管家手里。已经拿到了。完了，他们完了。不，是黑风关该活了。陆晨，你敢扣沈家的粮，明日全城粮铺都会关门，那就开官仓。哼，官仓里是沙子，所以我才来取回真正的官粮。你真以为凭这几车粮就能和沈家斗？3个月，沈家低价收军粮，高价卖回军营，一进一出，赚了4倍。还有3批粮，出关卖给蛮族，这些账够你沈家抄3次。你想怎样？很简单，粮运回军营，账明日公示，你押回去。沈老爷不会放过你。告诉沈万金，黑风关以前谁说了算，我不管。从今晚起，这里的粮归军令管。装车回城。是。陆晨，夜间擅自出城劫掠商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让开！私粮上怎么有军印？赵烈，账在我手里，人证也在我手里，你还要拦吗？伪造账册，裹挟军心，按律该斩。你除了这句话还会别的吗？黑风关将士听令，今晚追回军粮1200担，明日起按营发粮。先发伤兵、守兵阵亡家属。真的有粮？先发伤兵，不是先发赵烈清兵？陆将军说的是真的。放行。那就烧了你的根。将军有令，烧屋毁鱼，连罪妻一起烧死。走水。夫人，
走！朝眼不能暴露，先封地调口。妙姐，烧！赵将军说了，里面的人一个不留。赵将军，果然是赵烈。快走！朝眼开了。将军，是茅屋！快！谁让你们烧的？杀！夫人还在里面。将军，将军！晚唐，这里，你疯了，还管这些？朝眼一旦被烧塌，就全完了。你死了，才是真的全完了。把木板撬开，让水冲出去。残壁，砸墙根儿。引到火根，还不够。那就开大点儿。屋子里出水了，这可是乱石滩，哪来的水？下次先保命。知道了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不是我，是火自己烧起来的。火油也是自己泼的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不疼了，血也止了，这鱼鳞还能治伤。看见了吗？你们烧的不是破屋，是黑风关士兵的命。赵烈让你烧屋，是让全关继续挨饿，冻死、战死。你替他扛罪，他会救你吗？我说是赵副将，他说烧掉盲屋，毁掉那些鱼，罪行若在里面，也一起杀。赵烈要毁我们的活路，真该死！压下去，明日当众作证。朝眼暴露了，接下来所有人都会盯上这里。那就补藏了，把破屋变成军工房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动这里，谁就是断黑封关的命。今日发粮，守城兵1份，伤兵2份，阵亡家属3份。我丈夫死在北墙，还有我们的。有。不贵，这是他用命换的。陆将军好手段，抢我沈家粮还拿来收买人心。你终于来了，陆将军，你打仗或许有2下，但粮食不是你玩得起的。沈家的账本已经在我们手里，罪臣之女也敢跟我谈账？从今日起，沈家关闭黑风关所有粮铺、盐铺、炭铺，我倒要看看你靠几条鱼能撑几天。粮铺关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陆将军，现在跪下认错，把茅屋和那口水眼交给我，我可以考虑给全城留一口饭。你说完了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？打你脏手。开鱼市，从今日起，金鳞鱼汤每日3锅，先供伤兵孤寡。
鱼肉可换粮，鱼油可换炭，鱼鳞可成药。谁家有鱼粮鱼炭，可到军事交易，价格由军府定。另外，凡审斩官铺期间，哄抬物价者，永不准入黑风关军事。鱼肉能换粮，我家有半车柴，我换鱼油。我家有旧弓弦，能换吗？能。黑风关缺什么，就拿什么来换。陆晨，你这是要砸我的盘子？不，我是要掀你的桌子。几捆干柴换鱼油半罐，旧铁3斤换鱼汤2碗，药草合格换鱼鳞粉1包。真给啊！陆将军说了，明码交易，不欺老弱。1天2天热闹罢了，没有盐，没有炭，没有粮，他撑不久。老爷，可百姓都往军事去了，咱们粮铺门口没人了。那就让他们知道，离了沈家，鱼也卖不出去。这鱼有毒，我兄弟喝完肚子疼。毒鱼，军事卖毒鱼。毒鱼？不会吧，我刚喝了。你说喝了鱼汤肚子疼？对，疼死我了。哪只手端的碗？右手。你手上有巴豆粉味儿，碗盐也有，不是汤有毒，是你们自己下药。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查你袖口就知道。真有！沈家派来的，他们想砸鱼市。巴豆粉入水会结细白沫。刚才你摔碗时，地上泡沫还没散。做局之前，先动点脑子。最轻，我看比军需官还会查。谁派你来的？不说也行。按扰乱军事、投不害民，斩！是沈家，是沈老爷让我们来的。放肆！谁给你胆子污蔑沈家？沈老爷刚说完要关铺，今天就派人投毒，急了？几个奴才胡言乱语，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的东西不止这个。今日沈家粮铺虽关，但你暗中让人高价卖粮，1斗丝米从20碗涨到300碗，买粮者多是军户孤儿寡母。我已派人记下交易地点、人名、价格，还请了37名百姓作证。我作证，沈家粮铺后门卖我300文1斗。我也作证，不给钱就抢我家炭。沈万金，战时哄抬粮价，扰乱军事，投毒害民，3罪并罚。你还觉得自己只是商人？陆晨，黑风关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你无朝廷明令，无权动我沈家。我是黑风关正将，敌在城外，粮在城内，此时此地我说了算。封沈家仓，查粮、查盐、查炭，凡囤积居奇者，按通敌论处。是。陆晨，你敢？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。沈家私产谁敢擅入？撞门！他们说没粮了，这里够全城吃1个月。这是沈家的货。这一批有军仓旧印，这一批是朝廷赈灾粮，这一批盐包外封是军需盐引。沈老爷，你无私产挺杂。还粮，还命粮！我儿饿了3天，你仓里满
陆将军，做人留一线，你要粮我给，你要钱我也给，只要你把朝眼交出来，沈家愿与你平分黑风关。你配吗？沈家粮仓即刻封僧，军粮归营，赈灾粮归民，私粮按市价收购，不许抢得。从今天起，黑风关粮价由军府定。陆将军，陆将军，你会后悔的，我等着。一个废将，一个罪女，竟敢封我的仓！我早说了，不能留他。你派人烧屋没烧死，你让我烧账也没烧掉。赵将军，你的本事呢？若不是你的人被抓，我何至于被动？大靖人吵架真有意思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家小王子让我问，粮还送不送？城还开不开？现在不行，陆晨盯得紧。那就让他没空盯。什么意思3日后，我家小王子呼延尚亲率3000骑兵南下，黑风关若不开门，就踏平。？3000骑兵，到时城中缺粮，军心不稳，你们在内放火，我们在外攻城，陆晨有几条鱼都救不了。好，3日后我开西门。陆晨，你不是要掀我的桌子吗？那我就掀了你的城。将军，蛮族战术，蛮族又来了，这次多少人啊？呼延灼亲率3000骑兵，3日后踏平黑风关。3000骑兵，拿什么守？黑风关只剩500残兵，拿什么守？陆晨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赶紧弃城护送百姓南撤。3000骑兵，我们守得住吗？守？拿什么守？拿鱼汤吗？陆晨惹怒沈家，又惹怒蛮族，他会害死全城。开城求和吧，至少还能活。他们在逼你失军心。谁想逃？现在站出来！我不杀逃兵，但你出了黑风关，外面就是蛮族骑兵，你带着妻儿老小，能跑过马蹄？黑风关一破，后面3州无险可守。今天你逃一步，明天蛮族就追到你家门口。我陆晨不退，我也不退。我守北墙，我守弩车。我男人死在北墙，我给你们煮饭。我会修箭杆，我能搬石头。从今日起，黑风关只听一令。黑风关第1军令：粮归军府，火归城防，人归岗位，临阵退缩者斩，屯粮通敌者斩，擅开城门者斩。3日之内，我要这座破城变成蛮族骑兵的坟场。收城，收城，收城！我们兵少，不能硬拼。3000骑兵最大的优势是速度，最大的弱点也是速度。速度怎么会是弱点？马冲起来，停不住。只要把他们引进窄道，在我会弩和断后，他们会自己撞成一团。瓮中烧马。北门外有一段碎石坡，两侧是废墙，让他们以为那里最容易攻。但真正的死口是西门。西门？可西门最薄，赵烈一直守那里。所以他会选西门开门。
将军，你是说赵烈会通敌？不是会，是一定会。那就给他一个机会，假装西门梁空虚，守军换防混乱，让他觉得这是唯一机会。可万一真被他开了门，那就让门后不是路，是刀。鱼骨熬胶补弩车裂孔，鱼油罐封泥留孔，鱼鳞晒干磨粉，给伤兵备用。这胶比牛筋还韧。夫人的鱼鳞粉也厉害，昨日烫成那样，今天能拉弩了。夫人，我家没男人了，但我会熬胶。记住，鱼不是给我们活命的，是给黑风关反击的。弩车几架能用？原本只有2架废的，用鱼骨胶修，今晚前能修出6架。活动呢？200只。若沈家封存的炭全归城防，明日能做500只。够了。不够，还差一个让呼延上上钩饵。饵已经在路上。陆沉在修北门，所有鱼油挂洞都往北墙送。果然，他以为蛮族会攻北门。西门呢？明夜换防，我会把我信得过的人放去。3日后子时，开门。朝颜怎么办？城破之后，陆沉死，苏婉堂归你，朝颜自然也是你的。我要活的苏婉堂，他知道鱼的用法。哼，女人而已。将军，夫人，将军，都听清了。赵烈3日后子时开西门，沈万京要抓夫人夺朝颜。那我们就提前给西门送一份大礼。什么礼？开门的人最怕门后有光，但蛮族骑兵最怕的是马蹄下有火。在西门内铺油沟，再用鱼骨胶封住表层，看着是干地，一踩就裂。他们想进城，那就请他们进火坑。钦差梁大人到，黑风关守将陆沉接旨。陆沉，听闻你擅封商仓，私设军事，扣押朝廷将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暂时从权。暂时从权，也轮不到一个戴罪废将说了算。梁大人明鉴，陆沉强沈家粮，煽动军心，还私藏异鱼妖物，黑风关已经被他搅乱。交出兵符，交出朝颜，交出苏婉堂，本官接管黑风关。大敌3日后压境，现在夺权，正因大敌当前，才不能让你胡来。梁大人带了多少兵？随行护卫300。带了多少粮？没有兵，没有粮，一来就要兵符。梁大人是来守城，还是摘桃？大胆！你敢抗旨？旨意若是送死，恕难从命。陆沉抗旨，拿下！你让百姓做军务，不做，他们等死。这是沈家倒卖军粮账，这是赵烈亲兵纵火供词，这是3日守城公策。梁大人要查，可以现在查。本官查的是你。黑风关现在能守，是因为军民有粮、有药、有火器。你夺走朝颜，等于断粮断药；你夺走兵符，等于临阵换将；你抓我，等于拆军功放。罪臣之女也敢教本官？他是黑风关郡公主事，在这里，他说话比你有用。是夫人救了我儿子的命。
也是夫人修好了弩车。没有夫人，昨日我这只手就废了。大人，别跟他废话，先夺兵符。陆晨，本官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还是不交？你想要兵符，可以，但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什么？蛮族3000骑兵到城下时，梁大人站哪面墙？你不敢站的地方，我站；你不敢守的城，我守。你凭什么拿我的兵符？本官是钦差。那就请钦差大人上北墙观战，守住之后，兵符我双手奉上；守不住，你拿着也没命。陆晨竟敢当众逼我！梁大人不必动怒，陆晨现在靠的不过是军心民心。那就毁了他的军心。明晚我会安排一批兵诈逃，散布消息，说西门已卖给蛮族。城一乱，梁大人便可宣布陆晨治军无方，夺他兵权。我再让人烧军工房，没了鱼油窑矿，看他怎么守。若事成，超盐归本官接管，沈家可得30%利。大人英明，明夜黑风关必乱。困了就去睡。蛮族要来，我不睡，走水了！烧了这里！别慌，先护糊涂。等你们很久了。撤！全留活口。钦差护卫营的牌子，他们真的来了。昨夜有人烧军工房，搜出钦差护卫腰牌，栽赃！这是栽赃！他们已经招了，指使者是赵烈，协助者是沈家。梁大人的护卫营借给他们用。胡说！梁大人，你可以继续夺权，但城下蛮族不会等你查案。呼延小王子令，明日子时，黑风关若不开门，屠场！传令，今晚按计划换防，西门交给赵副将。末将领命。鱼咬钩了。陆晨真把西门交给我，看来他也怕了。将军，此时一到就开门。不急，先确认门后没人。像是撤空了。陆晨放北门去了。今晚之后，黑风关姓赵。赵烈已经接管西门，他查过街道，没发现油沟。雨鬼胶封得住火油味儿，他发现不了。可西门一开，蛮族真冲进来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冲一半。第一段放骑兵入门，第二段火油沟点燃，第三段弩车封口。只要他们前军乱，后军就会堵在门外。火只烧马不烧城，油沟两边已经铺湿泥和水桥，火势不会扩散。赵烈要开门，我们就借他的手，吃掉蛮族前锋。子时快到了，收网。信号呢？大靖人果然会卖城，前锋300，入城！
将军，蛮族进来了，让他们进！只要陆晨一死，我就是黑风关将。敢做大！点。有埋伏，退！少烈，怎么会？赵烈，门开的不错。陆晨，这一城的人，差点被你卖了。凭什么居心都向着你？我在黑风关10年。你守的是官位，他们守的是家。我没输，蛮族主力还在，你们都得死！那就让他们看看，黑关还有多少火。弩车就位，火无光头剑。放！他们乱了！不追，守门，今晚只吃前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迈出去的门，成了他们的坟。前锋300被吞，西门内应失败。有意思，黑风关还有会打仗的人。明日还攻吗？攻！传令全军，天亮之前围城。我要亲手摘下陆晨的头。3000，真是3000！梁大人，现在还要兵符吗？北坡陷马坑已经盖好，东墙富柔撤入地窖，西门火沟补完，弩车6架，火锅还剩320只，够打半日。不够赢。要赢，得斩呼延秀。陆晨，开城投降，交出朝野和那个女人，本王子留你全尸。呼延秀，昨晚300先锋的尸体还热着，你不收尸，先来送头。攻城！等他们过第一线。中了！放箭！分2翼，绕东墙。还要是东墙。按第2套。这里弱，上！这是我男人守过的枪。上！别怕，他们也是肉长的。将军，弧度只剩80，守不住了，不如议和，
本官可以出面。议和，拿什么议？拿百姓的命，还是拿他？呼延硕换位置了，他以为那是缺口，那不是。昨夜我让人把剩余鱼油埋在门洞下，但必须有人把它引进去。不行，太险。只有我去，他才会追。陆晨，你答应过，守住城也要活着回来。我回来，你点火。3息后点火，你只有3息。够了。陆晨，你终于敢出来了！昨夜没死的，今天补上。追！杀陆晨者赏100金！将军，太近了！我要活剐了你！ 1、2、3，点火！陆晨，黑风关不是你能踏的地方。杀了我，蛮族不会放过你！你活着，他们才不会退。呼延灼死了，蛮族主将死了，呼延灼已死，降者不杀。杀！赵烈，通敌开门，纵火倒卖军粮。沈万金屯粮卖敌，投毒乱世，勾结外寇，证据俱全。我是副将，你无权杀我！战时通敌，阵前处置。梁大人，救我！我给过你银子。这句话也算供词。陆将军，本官一时糊涂，本官原上奏朝廷，为你请功。你不是为我请功，是为黑风关死去的人请命。赵烈、沈万金，斩！两手一押回京城，交3司审问。沈家粮仓全部清点，军粮归军，镇粮归民，私产按律罚没。是。陆晨，我沈家不会完，不会完！吃人血的家早该完了。以前觉着乱石滩是死地，现在看是老天爷给黑风关留的活路。不是老天爷，是陆将军和夫人守住的。他们叫你夫人，习惯吗？比醉骑好听。朝眼不能只养鱼，以后可以建药坊、军工坊、粮食，黑风关会活下来。不只是活下来，还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黑风关不是边境弃子，是北境第一关。等朝廷旨意下来，你应该会复职加封。那你呢？我父亲的案子还没翻，
罪臣之女的身份也还在。这是沈万金账册里有当年陷害苏家的盐铁假账，顺藤摸瓜，能查到京城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旧驿站那晚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怕你只想着翻案，不肯先活下来。陆晨，你挺会骗人。只骗敌人。那我呢？你不是敌人，你是我收成的底气。等黑风关稳了，我陪你回京翻案。那这门亲事呢？若你愿意，它不是流放婚书，是我重新求娶。那你可得拿像样的聘礼。整个黑风关够不够？勉强。